山寨的多单都应该平仓了吗？比特币面临什么风险？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我在 Bybit 上面的 Solana 的多单呢，都已经平仓出场了。你可以看到呢，我50块的时候呢，入了5万美金左右的 Solana 多单。那我在62.5的时候，在直播的当下就平了一半的仓位，然后我在58.4的时候又有出场。那现在的价位已经来到了55.6，那当然还在继续的下跌当中。各位可以看到时间都非常的清晰啊，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直播的时候的时间。那这个是隔天接近中午的时候，那你可以发现我们总和呢有接近1万美金的收益。那我认为目前呢这个情况是很有必要跟大家做说明的。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都不用交易。那如果你是新用户，只要500美金1周就可以获得60美金的现金，也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那我们直接来看到 Solana 的图表吧。我们可以发现啊，目前 Solana 它涨了一波之后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只要给 Solana 一点时间，它最终是有非常大的可能可以达到我们当时所预期的77块甚至80块的目标价位了。不过目前比特币它走弱了，甚至有出现一些风险。那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呢，去玩一些山寨币，尤其是山寨币的多单，风险又是比较大的，时机就不恰当了。那当然 ，Solana 的多单出场之后呢，我也没有去做其他的山寨币。那你可以发现，目前呢，我们从最高点呢一直回落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20%的跌幅了。那我认为我们在当时直播，昨天直播的时候，我们在62块出场，还有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在58块5左右的位置出场，还是很有前瞻性的。好，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比特币呢，我们从周线来看呢，我们之前突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区间呢。那有人会说，这个区间它会不会走成一个威克夫的派发呢？然后我们这个位置它走的是一个假突破，我认为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如果说我们预期还要在减半周期之后呢，还要能引领一波牛市，那这种走法就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在白色箱体走的呢，它是一个派发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在时间上赶上2024年的减半周期，也就是也许之后也会有牛市，但是它不会跟减半期呢是吻合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可以否决掉我们白色区间它是一个派发的这种可能了。当然我也不认为我们这个位置它所走的突破它是一个假突破。所以既然我们不是走假突破的话，只要我们能回到这个箱体的上缘，那当然我个人认为32500是不会被跌破的。只要我们能回落的话，回落的越低，我自己抄底现货的力度，或者说甚至布局多单这种想法呢，就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强烈。好，那我们回到4小时吧。4小时其实有非常多很关键的东西啊。你可以发现呢，目前我们比特币的价位它正处于一个趋势线的边缘，命悬一线。而且呢，这个趋势线呢，它就可以跟我们水平的互换重合。你可以看到，我认为35500的互换呢是相当关键的。比如说呢，我们当时在这两个位置它都有产生过一定的阻力。然后我们回来了之后呢，在这个位置才有产生支撑，所以我认为35500呢，它所产生的效益是绝对有效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双重位呢，它就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我认为它一定有效力。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趋势线呢，它都有这么多次的接触，那这个位置我认为它也会产生效果的。如果这里又被跌破的话，那就代表我们会迎来一波比较深的跌幅了，很有可能我们就可以来到33000、34000，至少到34000的这种价位，甚至夸张一点可以到32500，甚至32000左右的这种位置。那如果可以到的话，其实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因为当往上涨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说，他们在下面是没有抄到底的。那如果说有一个回来的机会，倒车回来的机会呢，我自己就一定会好好的上车。尤其我现在又有准备的一些现金，那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上方它走的呢，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双顶，我认为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我们把它更严谨的规范呢，我认为我们走的是这样的行情是这样的走法。你可以看到，我们走了一个弧形嘛，然后再走一个尖顶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搜寻一下，它是 if and Aden and if chart pattern。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它就有演示了我们 Aden and if patterns 它是怎么走的，有一个尖顶跟一个圆顶所组成的。当然呢，它是属于双顶的一种。那如果说颈线被跌破的话，这个 neckline 被跌破的话呢，
我们就会产生一段的跌幅。那我们也是可以用深度呢去简单的测量一下它可能的目标价位。当然这个方法它比较不精确，但我们可以大概的测量一下啊，大概在33500左右的位置。那其实跟我们刚刚所说的34000到33000的这种价位呢，是基本上是吻合的。那即使跌破这张空单，我也是不会去掌握，或者说比较不会倾向去抓住这种行情。我自己呢，还是会选择在它下跌的时候找个好的价位呢抄底，这个才是我自己现在最专心想做的事情。那当然多单也是啊，不过多单可能还要先缓缓，因为下跌之后呢，通常还会有一定时间的震荡，我们才会迎来我们下一波的行情。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的话呢，哇，目前正在破位当中，它还在创造我们这段回调以来的新低。不过我认为呢，我们很有机会可以在1910左右产生一定的支撑。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呢，我们是有经过一定的测试之后，然后突破了。那当然回落的时候，这个位置它也会形成相应的支撑。那当然抄底比特币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抄底一些以太坊，不过仓位呢就不会有比特币那么大，因为我们都知道比特币在这波上涨当中呢，它的强势程度是其他的币种无法比拟的。那以太坊当然是也没办法，那以太坊回落会比较多，这也是合情合理。那现在如果去炒山寨币的话，我认为就相当的危险了，因为比特币呢，它本身都没有好的多头走势了，它都已经开始走弱了。那这个时候去炒山寨币，风险会非常大。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昨天直播所看到的几个很强势的币种，今天也都是走跌的，而且都跌得很凶啊。那我认为这种时候，比特币在没有明确方向的时候呢，去做山寨币是相当危险的。我个人把我很看好的 Solana 呢也给出场掉了。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